这爆竹本该是年节里的热闹，如今秋老伙倒没走，倒是现在见一点味儿。从卯时想到申时了，满街都说边军快把寿魔王的王帐都卸了。公子，您可还打算去边军？如今朔魔王都成了砧板上的鱼肉，我再去趟这趟浑水，意义何在？叫个小辈去吧，走个过场而已。这原本该是咱们的局，要不是现来钟成龙早死了，但公子安插在望尘的人杀了寿魔王，梁强再趁势收回望城，边军便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都怪那小子横插一杠，坏了大事。急什么？这军功簿上第一行写的还是谢字。至于领兵的是谁，重要吗？况且这能不能受封，还说不好呢。公子是说，今晚月色真美，庆功宴的事先放一放，先给太傅大人饯行吧。着火了？没有啊，山林里山火很多，多到火还没烧起来，我就能闻到。火势蔓延的又快又狠，整间屋子周围都被浇了易燃的火油。要是再晚一步，我也出不来了。邓毅就这么死了。我与太傅虽多有不和，可也不愿相信他与朔漠勾结，里通外国。为今之计，还是要以稳定朝局人心为重。太傅骤然离朝，值此乱局，我自当仁不让。好个稳定人心，好个当仁不让。谢三公子不愧为博弈天才，算无一策。具体失火的情况，拱卫署的兄弟们还在查，尸体也已经送去仵作那里了。殿下，殿下！长公主殿下，想必你也知道太傅是不是你派人杀了他？长公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除了你，没有人敢这么做。殿下此言差矣。除了我，还有一个人敢这么做，会这么做，而且更有理由这么做。这个人就是长公主殿下。你与太傅早就势同水火，太傅府全是你拱卫署的人，杀害太傅最大的嫌疑，
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。我若是要杀他，也会合乎法度，有理有据，光明正大的杀他。殿下的意思是我谢艳芳行事手段阴狠毒辣，见不得人了。就算是我杀了他，那你也要杀了我，给他报仇吗？你要趁此机会将我一并处决吧。小奶娃反了！立刻回营，禀报长公主。殿下，萧巡劫杀信兵，我们与楚都的联系断了。边郡至楚都的驿站皆被萧巡掌控，谣言一至楚都，若莫破白狼案，云中3日必见，大军直取皇城。楚都现下如何？经营5万驻兵，州郡10万，还怕他萧巡呢？可怕的是，这天下之人都信萧巡说的拱卫楚都的鬼话，这样他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带兵入城。萧巡若进了楚都，那阿宇必有性命之忧。谢三在阿宇身边，虽然他心狠，但阿宇是谢家的倚仗，谢三定不会让他出事的。你说的对，谢艳芳手中尚有一招至关重要的棋路，这一次，他一定会落这颗子。帮我叫小曼来。是。有什么事需要我做，你就直接吩咐吧。此间至楚都驿站皆遭截断，我想你率仓木寨弟兄，另辟蹊径，避开驿站，前往楚都，将我堂姐楚堂一家暗中护送离开楚都。干嘛这么麻烦呢？直接让小曼把边郡的消息带入楚都不就好了吗？这山匪之言，谁信呢？现在楚都的舆论风向已经彻底偏向了护家的萧巡。哎，那楚堂这一家又是怎么回事啊？楚兰一介小小文官，能有什么危险，值得咱们大动干戈的去救的？安平之乱时，伯父曾被萧巡利用谋害陛下，如今他是关键人证，必成各方争夺的棋子。拜托了。放心，交给我吧。那你呢？打算回京？不，我要去另一个地方。爹，娘，你二人分离半生，如今在九泉之下，
终能团圆了。只是女儿也要走了，阿爹未守完的城，女儿来守；阿爹未尽的账，女儿来打。阿娘所愿的天下再无战乱，女儿来替你实现。听闻萧南王世子已至百里亭，到底是王爵子弟行动就是稳妥，想来不日便能解楚都之困了。世子自幼习武，麾下又是今日之师，只盼快些来才好。楚将军一去，雍中郡乱糟糟的自顾不暇，哪有空管楚都的死活？幸好有世子殿下赶来坐镇。说来也是，长公主虽勇武，却终究年轻了些。这守城护国的大事，还是得靠真正的龙子凤孙。阿江，外边日头正好，你带阿唐出去透透气。这屋里的茶凉了，话也酸得呛人，再坐下去，我怕要倒胃口。好走不送啊！阿江，他怎么又生气了？世子是金贵，可若没楚将军用尸骨垒的城墙，长公主死守的望城，能轮得着你们几个坐在这儿喝凉茶说风凉话吗？我劝你们省省唾沫。阿江，我有一事相求。你有关系，何来求字？到底怎么了？我需要周家帮忙。谢大人光临寒舍，是所谓何事啊？本官来就是想问问太傅，当真要与那萧巡共赴黄泉吗？谢大人何意？恕在下难辨其意。萧巡已驻军百里亭，不断放出消息，说自己前来护驾，就等着城门大开，百姓夹道迎他入城。但太傅可知，这城门若开，我们所有人将面对什么下场？既是民心所向，谢大人应该劝的是楚都的百姓才对。来到我这里做说客，又有何用呢？看来太傅是铁了心，要向着那萧世子了。他们已经到达京营防线，再往前就是楚都。届时陛下要是再执意不开城门，往前一步就是无照动兵，蓄意谋反。当他们进入楚都，谢大人找一个理由，把他们诛杀无赦不就行了？太傅明知民心不可逆，萧巡现在在楚都百姓眼中，那是翘首以盼的护驾功臣。
若到时陛下执意拒绝，只会惹来民怨。所以谢大人意欲何为呢？必须让萧巡再惩叛党。谢大人的意思是，要坐实萧南王的谋逆。只有这样，才能阻止萧巡入城。若他要强攻，也能让天下人知道，朝廷是退无可退，避无可避。这一仗若真是打起来，朝廷才是正义之师，再无后顾之忧，也能让天下人都臣服。阿宇的帝王之位，自然也无人敢质疑。那谢大人要如何坐实萧南王谋逆呢？太傅可知，楚兰曾经被萧巡收买，想将阿宇镇杀在楚原。你要拿楚兰祭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楚兰出事了，楚家定然脱不了干系，届时长公主也难独善其身呐。成大事者，必有牺牲。我们只有揭穿了萧巡的谋划，你我二人才能将楚都的城门紧紧关上，不是吗？哦，本官还有一事好奇。你说当时萧巡给太傅的信，到底写了什么？说了半天，我算是听明白了。谢大人觉得一个楚兰不够，还要拉本官下水，彻底坐实萧南王的谋逆。可谢大人有没有想过，是不是正义之师，出师有没有名，你在意，陛下在意，我可不在意。休要指望抹黑我，留你们谢氏清清白白。又错了。我这次来只是想给太傅一个人情，有些秘密烂在肚子里，不如让它成为你的功劳。大人，谢家这是想一箭双雕啊！准备一下，今晚我要见楚兰。大人，府中搜遍了，却是一个人都没有。楚家的司灵们都问过了，无一人察觉到异样。楚堂今天白日还与几位娘子聚会饮茶，回来后便如凭空消失了一般。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呐。我们念头刚起，别人就已经跑了。
怎会跑得这么及时？按理来说，楚昭离开了楚都，这楚兰一家的信息就应该与朝堂隔绝了。楚兰也不像是会审时度势之人。该不会是长公主给他们传信的吧？萧玄拦截了异信，那楚昭是如何把消息送进来的？哼！哎呀，这谢三公子机关算尽，没想到却被自家的盟友捅了刀子。去给谢大人报个喜，就说他心心念念的正人长翅膀飞了。怎么就跑了？长公主在楚都，比我想象的更得人心。与楚氏有交情的世家中，昨日共有5家人出城，有的说是去乡下祖宅的，有的说是出城游玩的，还有今日有3家娘子白日里曾进过楚堂，咱们要不要去追？我们也是时候出去拜访一下。慢点，楚伯父。夫人，阿江，谢谢你。别客气，也不用谢我。要是我祖父不同意，就算我想帮你，也有心无力。阿江，我需要你，助我一家离境。缘何寻我？这等大事，不该去求家主们吗？本是这么嘱咐我的，是世家盘根错节，利益牵扯。我思来想去，唯有你可托付生死。今夜亥时，楚园后门，我会派马车前去接应你。掌心使，大理寺卿传你问话。传我问话？具体我也不知，只能劳烦你跟我走一趟。
平安见过郭思清。在你面前的女子自称是御史案的受害者，说此案与你有关。叶心使，你作何解释？御史一案中，的确有3名女子，因我的入眠之术，被带进了废宅。那她们分别是谁？是否还在世？这些年来，我只见过其中2人，一人名叫阮琴，已在10多年前离世；另一人，正是您面前的这位陆丹心。啊，在这儿的一个是受害者，那么另外一个，不就是加害者了吗？叶心使那时还是个孩子，受人蒙骗嘛，也算是受害者。当年利用你的人，到底是于谦还是杜良？我不能定夺。拿吉地来。圣上送来2样东西，重叠的茶饼，一片叶子，重茶，叶，落叶。遵圣意，因尔等状告的杜良、郑源、齐君山均已亡故，又并无证据，须待大理寺查证你等所言，找出证物，方可重审御史案。另一道圣意，叶平安此前牵涉郑源案，身居使职后，又对旧事隐瞒不报，其心不正，不可为官职表率，故此夺其使职，贬为庶民。平安领旨谢恩。这落叶之意，郭嗣清确定，只是将他贬为庶民吗？郭某不才，只能将圣意揣摩到这个份上。海公若是揣摩出了别的什么意思，可向圣上求证。不，大理寺审案自当是嗣清所主，只是我觉得此案非同小可，所以应该还需要由刑部。郭嗣清，海公，嗣清可是在审御史案？哼，你消息还真灵啊，这么快就知道了。少丞自荐主审御史案。哎呀，这是块烫手山芋，你倒是偏要抢。此案无证，时隔多年，百姓心中早有定论，且是先帝时定的案，你查什么？怎么查？
是往小了查，还是往大了查呀？圣上尚未明示，你心中有数吗？国公了解我的行事，我敢接，心中自然有数。倘若有任何问题，也不会连累四卿。郭四卿啊，少城办事向来沉稳，查案是个合适的人选。怎么，四卿觉得有何不妥吗？好吧，少城，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主办吧。你可有异议？只要能还所有罹难者一个清白，还愚公一个清白，一切但听郭四卿和海尚书安排。你是此案的关键人证，住处可安全。啊，郭四卿不必担忧，丹心姑娘现在住在我的府上。叶平安，你在医馆等候传唤，谨言慎行，绝不可再生事端，否则就不是罢免这么简单了。是。马上就到吏部考公司评定了。你若此案办得好，我借你去御史台。那就先谢谢老师了。快到8月15了，家母做了些糊饼，到我府上去小坐一会儿，先尝为快嘛。好。来2个饼。哎，好嘞，我前面还欠着2个，稍等啊。这事儿啊，绝对是真的。这海尚书这么廉洁奉公的好官收留了他，这说明什么？什么？这事儿大概是这样：海尚书和于谦有故交，于谦受冤致死，海尚书忍辱负重，直到找到了受害之人，才和女子一起为于谦平冤昭雪。哎，你这么一说就通了。海尚书可真是有情有义啊！要不是他，那这么大的冤案，可就真埋进土里啊！最不要脸的，就是那个叶平安。别人骂他的时候，我都没吱声。我也是，我可从来没有骂过。你的饼好了，谢谢。慢走啊。你们这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啊？那布告你们都看见了，当年叶平安害了多少人，跟这样的人做邻居，简直就是耻辱。对，你们以后谁也不准来这个医馆看病。不来便不来，你损人财物，也太霸道了。什么叫霸道啊？我看你前段时间来他这里看病是被他鬼迷了心窍了你。这个女人是赶都赶不走，要不是没钱，谁乐意跟他住那么近？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算了，以后谁都不准来。上来。你主动接下此案，可有想清楚如何审？我以为老师已经看清了我的忠心，没想到你还是对我心存疑虑。多心了，你已是我的门生，日后诸事我们还要同舟共济，没什么信不过的。有一事，我尚未弄明白，老师为何要带着那位陆丹心来翻案？御史案重审，就如这块小小的饼，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
而武安康他追着徐清攻少不放，为的是这块大饼。就连他都穷追不舍的事情，你说圣上会没有察觉吗？老师是想借御史案重审，来掩盖严仓之事。你向来是个体恤民生疾苦的好官，为何要为了这些盘剥民生之人费尽周章？民要保，官也要保。每朝每代都在惩治腐败，每朝每代却贪渎不绝。少成啊，没人做得了孤臣。做孤臣的下场，就和那于谦一样，对吗？可老师保了这些官，又真的利得了民吗？不先让官吃饱，有多少人愿意做事？这些人不做事，又如何撑得起举国的繁盛？所以，人的眼光要放长远一些。有时候苦一苦百姓，也是为了大局。你说呢？老师真知灼见，学生受教了。少成医愿做那识大局之人。好，可谓一点就透。让大将军见笑了，你是不是想问布告的事？不用问，我这个人交朋友是凭自己的感受，从不听别人说什么。你知道迎孝吗？听说过，但真的发生过吗？很多年前，我在军营里遇到过一次。记得那会儿，大家昼夜杀敌，天寒彻骨，又缺粮草，每个人的精神都濒临崩溃。就连我，也渐渐地感受到了绝望。一天夜里，军营四周突然传来士兵的嘶叫声，他们中邪般的撕扯着自己的衣服，这声嘶喊如同瘟疫般蔓延。我连忙扯下布条堵住自己的耳朵，试图喊醒更多人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迎孝过后，6000将士只剩下1000人活了下来。谁能想到，竟比在战场上厮杀，死的更多。这件事让我终身难忘。所以叶平安，如果你想要打一场大仗，精神就绝对不能垮掉。你看，这片野草，在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颜色，春时绿，秋时黄，但不论什么时候，都坚韧不拔，顽强生长，对吧？谢谢。你说这人心若是像山茶花一般洁白无瑕，那所有事情是不是就简单多了？谁不是生来质朴呢？在这尘世里滚了一圈，才失了本来的颜色。言而不谙世事，以前我觉得是不幸，可是每每被阿杂污了眼，回到府上，看到他那么的单纯天真，我就好像被洗涤了一番。海关为了名声，可是真能颠倒黑白啊！这么快，连府上的丫鬟都开始议论，你是如何挺身而出，代我翻案的？哎呀，我可没做什么，只是人多眼杂，查起案子来，这消息啊，难免就走漏出去了。你所求的，
我已经帮你实现了。你也看到了，若是没有物证，大理寺很难凭忽然冒出来的口供就推翻定论之案。但是有了于前那封信作为旁证，想翻案就简单得多。说吧，接下来海公想让我怎么做？圣上惜才啊，连郭瑜都能看出来度量他们接连出事和叶平安有关，那圣上岂能看不出？却对他重拿轻放。但若叶平安所为过了头，甚至是有违圣意，那么他的命，圣上便不会再留了。莲儿，这怎么自己跑出来了？莲儿回来了吗？你去找找莲儿，该回家吃饭了。今晚有大月亮。哎呀，这才好了几天呢，又糊涂上了。你女儿她不是……好，好，好，我现在去找啊。你回房间，别乱跑，乖啊。来来来，慢点慢点啊。莲儿。海公，今夜圣上和百官会在千秋阁拜月。那海公的安排是？届时守在李宗旭府外的兵会被悉数调走，我要你把他绑到长夏门的城楼上来。挟制宗亲，罪同谋逆，为何要我自寻死路？当然不是，我要你把叶平安也约到城楼上来。等我和圣上到达长夏门，你借机杀了李宗旭，然后栽赃给叶平安，这样挟制宗亲之罪就和你无关了。叶平安能言善辩，我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恐怕他还会反咬一口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会让大理寺的人在城楼上待命。李宗旭一死，叶平安罪无可赦，就地格杀。这已死之人，还如何自辩呢？大庭广众之下，圣上和百姓俱在，海公这戏台子搭的可真是不小啊！叶心怡，叶心怡，你的事我都听说了，你还好吗？蔡老板，可还认我这个朋友？哎，我蔡允行商讲的是一个义字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你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。啊，你是来看长青的吧？是啊，他怎么样了？哎呦，他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的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他倒知道今天是8月15。啊，这位是叶心怡的朋友。啊，那就一起吧，人多了热闹。来来来来，